你可能不是肥宅，但你一定喝过肥宅快乐的源泉——可乐。易拉罐装、玻璃瓶装、塑料瓶装。对资深快乐肥宅水品鉴家们来说，不同包装的可乐味道各有千秋，而其中很多人认为玻璃瓶装的可乐口感最好。在英国《劲报》的一项调查中，将近90%的人认为玻璃瓶可乐最好喝。这是为什么？首先排除配方的原因，可口可乐官方明确表示过，不同包装的可乐配方是完全一样的。但是可乐的灵魂不只是配方，还有气足不足。没有二氧化碳的可乐跟刷锅水和洁厕灵没什么区别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。一方面，口腔中的酸味感受器可以感知二氧化碳；另一方面，口腔中存在的碳酸苷酶催化二氧化碳和水形成碳酸，刺激口腔中的受体，激活味觉神经元，从而引起愉悦的感觉。同时，二氧化碳也会进入你的鼻子，加强这种愉悦感。而不同的包装会造成二氧化碳含量显著不同。塑料瓶用的是 PET 高分子材料，易拉罐主要成分是铝，玻璃瓶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。PET 材料的分子排列不够紧密，二氧化碳渗透率远远高于可以忽略不计的铝和玻璃，而且气温越高，渗透率越大，所以夏天的塑料瓶可乐跑气儿更快。也因为这，塑料瓶可乐的保质期比玻璃瓶和易拉罐要短。同时，玻璃材质较厚，传热系数较低，能更长时间维持低温。而低温下，二氧化碳更易溶于水，口感更好。另一方面，可乐瓶的容量大小通常是从塑料、易拉罐、玻璃瓶依次递减的。200毫升左右的玻璃瓶可乐很快就能喝完，气最足。330毫升的易拉罐喝得稍微久点，而500毫升左右的塑料瓶可乐喝到最后只是糖水。除了二氧化碳含量之外，容器材质本身也影响可乐的口感。罐装可乐内壁上涂有一层叫双酚 A 的聚合物，是为了防止可乐中的磷酸和柠檬酸与金属铝发生化学反应，但仍然可能通过微小孔隙少量溶解金属。再加上人的舌头对金属很敏感，所以有些人喝罐装可乐会尝出金属的味道。I actually think it tastes like can. 而塑料瓶中的乙醛也可能会微量溶在可乐中，有些人能喝出塑料味儿。相比之下，玻璃惰性更强，不会与可乐发生反应，因此玻璃瓶的可乐可能更接近原味。不仅如此，食物外包装的形状、颜色甚至重量都会影响味觉和嗅觉，这叫感觉转移。研究发现，弧线型玻璃杯、直筒型玻璃杯和塑料瓶3种器皿中的可乐，哪怕弧线型玻璃杯里的碳酸度更低，100名18到34岁之间的受试者仍然认为可乐玻璃杯闻起来最浓烈，最让人愉悦，同时喝起来更刺激、更甜也更酸。这可能是因为当人们对特定产品的实际体验与期望越匹配时，喜爱就越强烈。而在多数人心中，和可乐最配的容器就是那个标志型的弧形瓶身。最早的时候，可口可乐的玻璃瓶身还是直上直下的圆柱形。不过，这平平无奇的瓶子总会被各路商家抄袭。为了拥有一个独特的外包装，可口可乐公司在1915年组织了设计大赛，要求参赛者们设计出一款黑暗中也能摸出来，或者碎在地上也能看出来的包装。一家玻璃公司从可可豆荚植物中获得了灵感，设计出了沿用至今的凹凸有致的瓶身。这么经典的玻璃瓶已经使用了100多年，可能是世界人民最熟悉的包装。当然，不管什么包装的可乐，最好喝的永远是开盖后的第一口。